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是否常常干预他人的因果？我们可能认为自己的善举能够帮助别人，但有时这些行为在他人眼中却并非如此，甚至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佛教中提到，因果法则是一种力量，它由每个人的行为和念头所累积，形成所谓的业力。每一个念头和行动都能在宇宙中产生反作用，这种反作用可能影响到自己，也会波及到他人。因此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时刻警觉，不仅要小心自己的行为，也要关注自己的念头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影响他人，出发点可能是想为他人带来帮助，但却忽视了他人内心真正的需求。比如，我们认为自己通过提供物质帮助就能解决他人的困境，却没有意识到，可能这个行为并未触及对方内心的真实问题，反而加重了对方的依赖或使其陷入困境。此外，我们的无心之举也可能在他人心中激起不必要的负面情绪，比如无意的批评或指责，这些都可能在无形中影响到他人的心理健康。因果法则告诉我们，不是所有行为都会带来直接的好果报，而是在无形中，行为的动机、情感和力量都会产生反作用。基于此，我们不仅要从行动上谨慎，更应从内心深处审视自己的动机，以避免在他人的因果中无意间做出不当干预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佛教教义中，业力不仅是指行为的直接后果，它也包括思想的反作用力。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在宇宙中产生一股能量，这股能量会回馈到自己身上。比如我们的一句话、一个动作，甚至一个不经意的念头，都会产生反作用。它可能是积极的，带来好运和正能量，也可能是负面的，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和烦恼。善行会带来好的果报，而恶行则会导致不幸。这种因果关系贯穿每一个生命的历程，不仅仅是在佛教中，许多文化和哲学体系也提到了类似的观念。我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和思维种下善因或者恶因，而这种因果并非一时之间能够显现，它往往是一种潜在的力量，潜伏在我们未来的每个决定和选择中。每当我们做出一个决定时，我们的内心和情感都会产生相应的能量，这些能量在时空中留下印记，最终在某个时刻回归到我们自己。正如佛教所说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它强调了我们对自己所播种的行为、情感和思想负责，而这些种子将在某一天绽放出相应的果实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无法意识到这种因果关系，或者一味地去追求眼前的利益，忽视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动机和思想，可能会导致长期的负面后果，无法从中解脱。因此，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思想，理解因果的运作规律，才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命运，走向积极的人生。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旅程中不断地形成因果业力，这不仅与我们的行为习惯和思想有关，还与我们所处的环境、
与他人的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在我们与他人交往时，如果不小心卷入了他们的负面情绪或行为之中，我们也可能会受到影响，承担起他人的业力。这种情况叫做共业。共业意味着我们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相互交织，影响我们的命运和心态。如果我们在一个负能量充斥的环境中，容易无意识地接受这些负面情绪，甚至可能变得焦虑、烦躁，最终使得自己陷入困境。比如，在职场中，如果我们处于一个充满竞争、攀比和内耗的环境，长时间处于这种负能量的氛围中，我们也可能不自觉地被拖入其中，逐渐丧失自我，甚至可能成为他人负面情绪的传递者。每个人的情绪和行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周围的人，尤其是在群体中，当一个人的情绪失控时，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群体的氛围。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家庭和朋友关系中。无论我们多么善良和努力，如果我们总是处于负面情绪的影响下，最终也会被这些情绪所吞噬。因此，理解共业的运作机制，明白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如何影响他人，是我们避免陷入他人因果的关键。同时，我们也应当学会从群体中保持自我，保持独立的思维和心态，而不是盲目随波逐流，随时准备让自己深陷他人的情绪漩涡。因此，我们要学会避免无条件地干预他人的因果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因为同情、关心或者出于善意去帮助他人。然而，这种帮助并不总是能够解决问题，反而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困境。无论是帮助他人解决困难，还是参与他人的问题，都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。如果我们自己的能量尚未充足，或是他人并未真正寻求帮助，我们就应该学会适时的放手，而不是无条件地介入他人的事物。帮助他人是美德，但也要学会设立界限，不让自己陷入他人的因果之中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在帮助他人时，往往出于一种拯救的心态，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介入他人的问题来为他们带来改变。然而，这种心态可能使我们忽视了他人自身的成长和历练。事实上，帮助他人并不等于替他人承担责任，也并不是强行为他人制定一条道路。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自己的节奏和轨迹，我们在给予帮助时，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和决定，而不是过度干预。并且，只有当我们自身的内在力量和能量足够强大时，才有能力去帮助他人，而不是被他人的问题牵动和消耗自己的能量。换句话说，学会设立健康的边界，懂得在适当的时机放手，是我们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获得平衡的重要策略。避免干预他人因果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学会课题分离。课题分离意味着明确区分哪些问题是我们自己的责任，哪些问题是他人的责任。当我们在面对他人的情绪、困境时，要学会冷静分辨，不要将他人的问题过度地归结到自己身上。我们不能为他人承担本应由他们自己承担的责任，也不能试图改变他们的命运。尤其是在面对他人不愿面对的责任时，
我们更不能替代他们承担后果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清晰，避免因介入他人因果而丧失自己。课题分离不仅仅是对他人问题的界定，也是对自己责任感的重新审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因为爱、责任感或者同情心，试图代替他人做决定，解决问题。然而，这种代替性行为不仅不能真正解决问题，反而会加剧他人依赖我们的情感，让他们失去成长的机会。我们应当清楚认识到，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，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和选择，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。因此，学会课题分离，不仅仅是避免陷入他人的因果，更是让自己保持清晰的头脑和心态，以便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和修行。修行是转变业力的重要途径。通过不断的修行，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智慧，净化身心，逐渐消除负面业力。佛教提到，停止一切恶行，积极行善，培养定力，净化内心，都是消除业力、转变命运的有效方法。每一个善行和正念的积累，都会为我们带来好运和积极的果报。而当我们用智慧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和困难，我们不仅能净化自己的业力，还能以更好的心态去影响周围的人。修行的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，但它能够带来深远的改变。通过修行，我们能够逐步觉察到自己的内心状态，审视自己言行背后的动机，从而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业力。在修行中，我们逐渐放下执念，不再被外界的评价和标准所左右，而是通过内心的平静与定力，去直面生活中的种种考验与挑战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逐渐实现内在的自由和解脱，从而不再被他人或外界的因果牵动，而能够以更加清明的心态和坚定的信念去应对生活中的一切变故。修行不仅是外在行为的调整，更是内心深处的觉察和转化。它帮助我们超越短视的欲望，培养出一种与万物和谐共生的智慧和力量。在修行的过程中，我们逐渐学会放下执念，放下对他人因果的过度干预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关心和帮助他人，而是学会以更智慧、更无私的方式去帮助他人。当我们真正理解了因果法则，我们会明白，所有的生命都有其独特的修行之路。强行干预他人的因果，不仅无法真正解决问题，反而可能会增加他人的负担和困惑。修行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认识到，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和命运，而我们自己的责任是活出自己真正的智慧和力量，不被外在的纷扰和因果束缚。更重要的是，修行还帮助我们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无明和贪欲，这些贪求控制他人、改变他人命运的冲动，往往源自于对自我存在的焦虑和对控制欲的执着。我们通过冥想、禅修等方法，能够逐步剖析自己内心的种种执念，意识到每一次的干预都是对他人自由的侵犯，而真正的智慧与慈悲是尊重他人内在的力量和选择。只有当我们深刻理解这一点，
我们才能从内心深处放下对他人命运的控制欲，并且从一种更加平等与共生的角度去理解与他人的关系。通过修行，我们不仅可以净化自己内心的负面业力，还能培养出一种更具包容心和慈悲心的情怀。在佛教中，慈悲与智慧是两大修行的核心，二者是相辅相成的。只有在智慧的光照下，我们的慈悲才不会陷入盲目和过度的干预，而是能在恰当的时机与方式上给予他人帮助，帮助他们理解和接受自己的因果，而不是代替他们走过这条路。同样，只有具备慈悲心，我们的智慧才不会冷酷无情，而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感知他人的痛苦与需求，并从内心深处发出真正的善意。修行不仅帮助我们超越个体的痛苦，还能让我们在生活中培养出一颗更加宽广的心，理解和接纳生命中的无常与因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逐渐超越了对结果的执着，不再追求一成不变的答案，而是能够在变化中保持宁静，做到心如止水。这种宁静不是放弃对世界的关怀，而是通过内心的澄明与觉知，我们能以一种超越情绪和偏见的方式去看待世界与他人，从而以最适宜的方式与世界互动。因此，修行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我们能否改变自己的业力，更在于它帮助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看待世界和他人的方式。我们不再以控制的眼光来看待他人，而是学会从更高的视角去理解他人，尊重他人，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各自的因果世界中自由地修行与成长。当我们能够放下对他人因果的干预，静心面对自己的因果，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平和与自由。最终，我们会意识到，生活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外在的控制与改变，而是在于内心的觉悟与自我超越。在面对他人因果时，我们最重要的功课之一就是学会放下与接受。放下是对我们自己的无明和执念的一种解脱，而接受是对他人生命历程的尊重和理解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轨迹，我们无法控制他人，也无法代替他人完成他们的修行。学会放下和接受，不仅是帮助他人走向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，也是我们自己成长的必要过程。总之，通过修行，我们逐渐理解了因果法则的深刻内涵，学会了如何在生活中避免过度干预他人的因果，放下对他人命运的控制欲，尊重他人内在的修行之路。只有在这样的大智慧和大慈悲中，我们才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平和与自由，也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创造出更加和谐与深刻的连结。而这种修行所带来的觉醒，不仅改变了我们自己的人生轨迹，也能在无形中对周围的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，让我们在因果的洪流中找到一条通往智慧与光明的道路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
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